大家好，歡迎回到奇異頻道。想必大家都聽說了，我們的晴天飛彈已確定納入2027財年採購預算，正式邁入批量生產通道了。也就是說，今後任何來犯之敵都將迎接最沉重的打擊。別怪奇異這麼激動，如今的晴天可不是什麼還飄在天上的 PPT 飛彈，而是中山科學研究院砸了無數血汗錢，憋了近30年才鑄就的真無敵重器。它那長達14米的身軀，近5馬赫的狂暴速度，可以分分鐘教對手重新做人。今天奇異就拆解晴天飛彈，讓一些酸民知道我們是怎麼造得出這種怪物的。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樣一枚擁有2000公里超遠射程，能直接撕裂防空網的戰略殺器，它的核心技術居然源自30年前一次險些徹底被砍掉的廢案。晴天飛彈一露臉，光是那個身材就足以讓所有大炮巨艦愛好者當場高潮，全長整整14米，推進火箭直徑更是直接拉到了1.2米。各位，這是什麼概念？當它發射出去，完全就是把一棟4層樓高的鋼鐵建築物裝上了最狂暴的死神引擎，然後以幾倍音速砸向敵人的腦袋。有資料顯示，晴天飛彈如今是中山科學研究院有史以來體積最龐大、戰鬥部最生猛的陸基巡航飛彈。配上數百公斤的高爆玉珠破片戰鬥部，其俯衝灌頂的瞬間摧毀力能將敵軍整個重型陣地徹底抹平，哪怕是敵軍的地下指揮中心也逃不過。只是想要推動這尊14米長的鋼鐵巨獸在10000米高空狂飆2000公里，普通的發動機根本辦不到。如固態火箭幾秒就把燃料燒光了，渦輪扇引擎又只能慢吞吞的次音速爬行。於是中山科學研究院考慮來考慮去，為它裝上了被稱為“死神心臟”的液態吸氣式衝壓發動機。衝壓發動機大家都知道，沒有任何複雜的渦輪壓縮機，也不攜帶笨重的氧化劑，它就像是一頭張開血盆大口吞噬大氣的怪獸，能直接利用高空空氣進行劇烈燃燒。而液態吸氣式冲压發動機也是如此。運作原理簡單理解，就是當超音速氣流撞進衝壓進氣道，就像撞上一面隱形的牆，會被瞬間強行壓扁擠爆，變成高溫高壓氣體衝進燃燒室。到了燃燒室，被強行加熱加壓的氣體又會混入液態燃料，轟然點火，最後再以超音速狂暴噴出，其燃料燃燒效率能直接把傳統固態火箭按在地上摩擦。是晴天飛彈的核心，但這顆能讓飛彈狂飆幾千公里的死神心臟，卻讓我們的工程師耗費了整整30年血淚才淬煉出來。時間回到1970年代後期，當時的中山科學院研究院連普通汽車引擎都搞不定，一群心懷狂想的工程師，卻敢直接挑戰最高難度的衝壓發動機。為了在地面模擬高空超音速燃燒，他們硬是在風洞氣流裡引燃丙烷，造出了亞洲罕見的高商熱風洞。這座高商熱風洞後來成為了天弓、天劍、雄風乃至雷霆2000所有飛彈的搖籃。之後，1980年，黃孝忠回台擔任顧問。這位畢業於 MIT、參與過阿波羅登月與太空梭計劃的泰斗，一手奠定了台灣防務工程的基礎。他與天宮計劃主持人陳傳豪合作，對衝壓發動機寄予厚望，原本打算裝在天宮防空飛彈上，可當時的衝壓技術關卡根本打不通，天宮計劃被迫放棄衝壓，改用傳統的固態火箭。天宮1型沒裝成，天宮2型想加裝衝壓又再次卡死，最後只能靠多接一節固態火箭來強行延長射程。就在冲压發動機陷入死局的1984年，轉機突然從美國降臨。美國沃特公司有一項名為 ALVJ 的先進井字型衝壓發動機技術。這項技術把助推火箭與衝壓燃燒室揉在了一起，固態火箭燒完5秒後，瞬間拋氣縮小噴嘴，啟動衝壓續航。這項技術在美國 SLAT 靶機競標敗北後，被台灣想盡辦法搞到了手。可技術的引進卻在中科院內部掀起了驚天巨浪。因為引進 ALVJ 的是電子所，而不是搞飛彈的飛彈所，內部瞬間爆發了嚴重的部門猜忌。陳傳誥甚至直接跑到參謀總長郝柏村面前面告，質疑美方這項技術的可靠性。在猜忌、懷疑與絕望的夾縫中，1990年，晴天計劃室在風口浪尖中正式成立，開啟了一場用尊嚴下注的試射逆襲。
第一代載具擎天 Mk1尾部掛着巨大的固態助推器，連續4次試射成功，甚至打出了震撼的超低空掠海彈道。緊接着推出的第二代擎天 Mk2改用側掛助推器，而且工程師發明了精準的爆炸脫離裝置，解決了助推器撞擊彈體的死穴。至於冲壓噴嘴絕熱層在高溫高壓下焦化剥蝕，飛彈飛不到100公里就融化墜海的噩夢。科研人員更在實驗室裡硬生生啃下了耐燒式材料，從連汽車引擎都不會造，到漸熱風洞因 LVRJ 克服彈體融化噩夢，再到掌控高超音速衝壓全套技術，這種把絕境走成傳奇的韌性，才是這枚14米巨獸身上最迷人的靈魂。如今的擎天配合美方解禁的軍規級激光陀螺儀與高精度導航組件，不僅跑得極快，更能像手術刀一樣精準點名。但是大家想過一個問題沒有？這麼一枚長達14米、重達數噸的龐然大物，到底要怎麼在公路上隱藏自己？台軍又是靠什麼神仙重型多軸載具，才能把它藏在山林深處，隨時給敵人送上致命一擊的？這麼個龐然大物，要是放在平原大國，直接找個發射井或者鐵路拖車就能解決。但在台灣這塊南北狹長、山多路窄的地界上，部署它簡直就是一場工程噩夢。而一旦明擺着放在固定陣地裡，暫時第一輪飽和打擊就會被轟成渣。所以想活下來，就只有一個辦法：藏進公路，跑起來。但要拖着4層樓高的鐵塔在公路上靈活狂飆，普通的卡車連它的尾巴都裝不下，車軸也會被壓斷。為了配得上這尊神仙，中山科學研究院專門引進了德系與捷克的頂級重卡底盤，作為巨獸搬運工。從早期的德國奔馳 Actros 重型牽引車頭、曼恩特種卡車，到後來採購具備強大越野能力的捷克 Tetra 8x8重型多軸底盤，這些多軸重卡憑借數軸聯動和暴力扭矩，扛起了數噸重的巨型發射箱，輕鬆碾過山區與狹窄公路。為了不被衛星和偵察機一眼識破，整套發射車還採用了高度偽裝的歐翼式或貨櫃式外觀。在平日的公路上行駛時，它看起來就像一輛普通的冷鏈物流車或大型重機械運輸車，沒有招搖的導軌，沒有露在外面的彈體，徹底融入日夜繁忙的島內公路網中。到了戰時，只要收到指令，這些由奔馳和 Tetra 重卡拖拽的公路幽靈就會迅速駛離，隱蔽掩體，潛入沿海山林或公路預定陣地，車體迅速起速。14米巨獸破箱而出，在短時間內完成算路、點火升空全套動作。在打完一發後，發射車立刻拉着發射車移防轉移，絕不在原地多逗留1秒鐘，打完就跑，打了就藏，讓敵方衛星和打擊網根本摸不清它的真實坐標。也給這尊14米高的超音速死神打上了最後的生存保險。另外，在現代飽和攻擊戰術裡，擎天可不是什麼孤軍奮戰的孤單英雄，它其實可以與雄風2翼形成了極具威懾力的高低配、快慢配打擊體系。繼低空有隱身亞音速的雄2翼悄悄貼地飛行，躲避雷達視線；高空有以3到5馬赫狂飆的擎天正面強突。當雷達屏幕上突然同時出現地表貼地飛行的幽靈和10000米高空狂飆的火球，敵人防空系統的指揮官會當場陷入選擇困難症。截擊高空的擎天攔截窗口只有短短數秒，消耗掉極其寶貴的高空攔截彈。若不管它，14米巨獸的摧毀力是毀滅性的。再說了，你以為台灣海軍和陸軍只有這一招嗎？要知道，擎天飛彈可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它背後是一個極其龐大的衝壓飛彈家族。如今的台灣武器庫早就築起了一道由超音速衝壓技術構築的飛彈壁壘，而在這個家族裡，跟擎天關係最親、血脈最濃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雄風3型。如果說擎天是雄3的高空終極放大版，那雄3就是擎天的海面縮小版。其能在海面上以2.5倍音速貼海狂飆，專門開灌敵人的1000噸重艦。而這兩兄弟的技術一脈相承。體內跳動的都是中山科學研究院那顆苦研了整整30年的吸氣式衝壓心臟。當初為了給雄3搞定這顆心臟，我們的工程師在風洞裡被高溫剝蝕和熄火噩夢虐得死去活來。就像前面說的，衝壓發動機沒有旋轉葉片，全靠超音速飛行的機波強行把空氣擠進燃燒室，氣流速度稍微不對，
機波就會瞬間移位，發動機就會像被卡住喉嚨一樣發生進氣道吞發，並劇烈熄火，而且在幾倍音速的氣流摩擦下，燃燒室內部溫度瞬間飆破1500多度。風洞一開，耐熱塗層像紙片一樣被剝落，燃燒室壁面甚至直接被高溫熔穿。我們的工程師們就在這一場場熄火暴震、材料融化的慘劇裡，一遍遍修正进氣氣動外形，重新合成耐高溫材料。而這些在熊山風洞裡燒穿的管壁，在試驗中踩過的坑，最後全部變成了擎天衝向萬米高空的通天階梯。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尊今天能狂飆2000公里的14米巨獸，它的名字和身世卻經歷了足足3代變遷。它並不是一出生就叫擎天，在最早期，它只有一個極其冷酷且保密的內部代號 W99。時間回到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面對巨大的外部威脅，台灣軍方下定決心要搞出能打到敵軍後方的戰略拳頭。為了躲避國際視線和敵方情報網絡的死死盯梢， W99 專案在成立之初就穿上了最完美的偽裝服。中科院把它偷偷塞進了負責超音速反艦飛彈的擎天計劃室名下，借着研發熊山的幌子秘密推進。但這趟暗度陳倉的研制之路卻是一波三折，驚心動魄。如2004年前後，在一場李捷部長親臨現場試導的試射中，發生了極其慘烈的一幕。W99 飛彈升空後，突然在半空中劇烈爆炸，碎片直接散落在大海上。親眼目睹失敗的李捷部長當場面色鐵青，認為中科院根本在吹牛，直接給 W99 下了現況結案的死刑判決。10幾年心血面臨付諸東流，研發團隊甚至當場痛哭。但就在 W99 即將徹底淪為廢案的絕望時刻，轉機在時任領導人陳水扁視導中山科學研究院的前一天，奇蹟般降臨了。當時的龔家正院長頂住上級明確禁令，偷偷將 W99 的動態模擬影片與模型暗中布置在展廳角落。龔院長抓住李捷部長提前抵達貴賓室的短短幾分鐘，苦苦哀求給團隊一個展示的機會。而陳水扁在看完極具震撼力的模擬演示後大受震撼，當場轉頭對防務部指示：這個我們一定要做，就靠着這關鍵的一句話 ，W99 專案奇蹟般的絕地逢生，重新拿到了測試驗證的生死預算。而重新活過來的 W99 專案，在2013年迎來了1200公里中低空全射程測試。為了避開政治敏感性，台灣軍方給它換上了一個充滿詩意卻暗藏殺機的名字——雲鋒飛彈。雲鋒二字象徵着它將穿透雲霄，屹立於高空之巔。然而好景不長，2014年由於兩岸局勢变化與美方嚴密關切，馬英九政府再次裁示擱置雲鋒飛彈的量產。但中科院並沒有放棄，而是採取化整為零的暗流策略，把團隊分散，編入運載火箭和防空計劃中，偷偷積蓄力量。直到2018年麒麟專案啟動，大直徑固態助推火箭與美方解禁的軍規高精度陀螺儀到位，這尊巨獸終於迎來終極蛻變。台軍借着開發微衛星載具的名義，把擎天尾部助升火箭直接升級成4節固體火箭。這一升級，動力直接起飛，射程一舉衝破2000公里。雲鋒2型也正式改名為擎天級音速巡航飛彈。甚至為了強化機工體系，我們還搞過把熊山縮小的熊戰專案，像外掛在 IDF 經國號戰機的機翼或機腹下方，玩機載超音速距外打擊。雖然因為單彈太重 ，IDF 掛2枚吃不消，而還在試飛調整。但這種把超音速衝壓飛彈玩出花來的研發韌性，放眼全球也沒幾個能比。從擎天計劃時借殼打響的第一槍，到雲鋒的高空隱匿，再到如今回歸本名的擎天。擎天這2個字取的就是頂天立地、擎天一柱的意思。這不僅僅是一個名字的回歸，更是台灣自研飛彈從被動防禦走向絕對下阻的絕對底氣。當然，就算擎天有2000公里射程，近5馬赫速度，它依然有自己的戰術軟肋。如它長達14米的彈體，雖然有特種多軸重卡帶，它走公路隱形路線，但發射時的熱信號和龐大車隊在衛星眼裡依然是個明顯的標記。另外，高空超音速巡航雖然快，但高空彈道在遠程預警雷達面前的紅外特徵極其明顯，這就極度考驗我們末端變軌與電子干擾的軟實力。那麼，問題來了。當我們正式擁有量產的擎天後，
它在台灣整體的防衛體系裡究竟扮演着怎樣的角色？未來的台海戰場上，這10套發射系統與20枚首批戰備彈，又將以怎樣的機動正位給敵人送上最沉重的降維打擊？在未來高烈度立體戰爭戰場上，擎天飛彈絕對不是漫無目的的打幾座機場、幾座營房，其應該是整個戰場上最冷酷、最兇狠的破門磚。大家試想一下，當最壞的情況真的降臨，戰場最前沿必定充斥着排山倒海的電磁干擾與雷達網，後方的常規巡航飛彈因為速度慢，很容易在防空網面前被層層攔截。而擎天最大的意義，就是利用它近5馬赫的極速與高空彈道，在衝突爆發的第一波次猝然發難。它的第一打擊目標就是對手的防空陣地、遠程預警、雷達以及指揮控制中樞。只要幾枚擎天以5馬赫極速硬生生鑿穿防空傘，把對方的眼睛和大腦瞬間毀癱，後方的雄升巡航飛彈、雄山反艦飛彈才能像潮水一樣，沿着這個被撕開的防空窟窿傾瀉而入。這就叫以極速破防空，以高空開通道，這才是擎天在戰場第一波次裡真正的死神使命。但這時候有人要說了，其一14米長的巨獸還沒發射，不就被衛星死死盯上了嗎？這就不得不提到我們台灣特殊的地理環境與工程奇蹟了。擎天的10套發射系統可絕對不會傻傻停在露天平原上等你來打，他們平時就深藏在中央山脈兩側、東部堅硬山體鑿穿的地下洞窟與隱蔽掩體裡，靠着特種多軸重卡和台灣極其密集的公路交通網，他們可以在山體掩體與假陣地之間進行極高頻率的鼠洞穿梭。就算面對第一波高強度的飽和打擊，依靠厚重山體的絕對防禦，他們也能最大程度保全生存力。只要能在第一輪打擊中活下来，這10套發射車就能在隨時隨地的公路陣位上打出改變局勢的絕對回擊。這也是為什麼擎天飛彈要在2027財年編列預算，開啟量產通道的原因。2000公里的超遠射程，意味着戰術主導權不再單向流動。擎天的源頭打擊能力能大幅削弱對方首波飽和攻擊的組織效率，為台灣後方的防衛爭取最寶貴的黃金預警時間。咱們台灣地方雖小，但咱們工程師造飛彈的智慧和韌性絕對是世界一流水平。此外，其一也想跟所有觀眾說句心裡話：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所謂的神兵利器能夠單槍匹馬一招制敵地，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擎天飛彈固然硬核，近5馬赫的速度也固然狂暴，但它最大的戰術價值並不是拿去贏得戰爭，而是把對手侵略的代價與不確定性拉到最高，讓任何意圖破壞和平的野心，在面對這尊2000公里外的死神巨獸時，都必須掂量那無法承受的慘烈代價。從 W99 在絕望中的艱難掙扎，到雲峰在暗流裡的積蓄力量，再到如今擎天在萬米高空的傲然立足，這不僅僅是一枚飛彈的技術演進史，更是一群科研人員用30年青春與汗水在防衛基石上築起的技術長城。這才是我們自研武器最讓人動容、最接地氣的死神浪漫。好了，今天關於擎天極音速巡航飛彈從研制血淚到戰略破局的深度拆解，就全部跟大家分享完了。別忘了給其一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下期節目不見不散。